大家好，我是冉成。石之海动画化已经官宣，那么在动画 PV 正式出来之前，我打算给还没有看石之海的揪出，不敢看石之海的揪出等因为各种原因还没有看到石之海的揪出，介绍一下第6部中的各个替身。首先便是我们的主角徐伦了。徐伦的替身来源并非是血脉传承，不和他爹陈太郎亦或是二乔那般可以说是飞剑出发的，他的替身来源正是替身之剑。引发徐伦觉醒替身能力的并非重建碎片，虽然外观很像，但其实是斯皮德瓦跟财团内保留有的替身剑的碎片，经由陈太郎之计划暗中传递到徐伦的手中，并成功让奇女觉醒。不得不说，陈太郎这胆着实是大，因为根据第5部中的设定，替身之剑的能力来源正是附着在其上的外星病毒，这种病毒的触发概率非常小。说是说非常小，但貌似目前还没有出现过被替身剑射中后未觉醒能力的人。总之这便是徐伦能力的来源了，其为之取名石之自由，寓意自然是显而易见的了。替身面板破坏力 A， 这里的 A 指的是替身本身的力量，而非能力力量。同时呢，石之自由的破坏力即便是在力 A 中也可以算是垫底的了，只能掰断硬币，但却无法扯断监狱的栅栏。虽然后期呢也有些成长，但在其表现力上依然是比较的吃力的至少没办法是和红王世界白金那种一拳穿胸断筋碎石那种恐怖的力量相比。速度 B， 石之自由也能使出乔家祖传的连打，但速度上呢铁定是没办法和他爹的速 A 相比，但短时间内能打出1000球的连击这一点还是做得到的，所以说这个速 B 也勉强算得上是上乘。射程距离 C， 这里指的呢是替身本身能离开本体的距离范围，但由于石之自由本身的这个性状的特殊性，在其聚集在一起以人形状态出现的时候，最多能距离本体大约1到2米的范围，也就是最常见的射程 D。 而石之自由可以将自身化为丝线状态，在此状态下，徐伦最多能让全身组织的 70% 全部化为丝线延展出去，剩下的这 30% 呢作为重要器官如果说继续使用呢，便会危及生命了。这 70% 的丝线最多可以延展出24米左右的距离，也就是说石之自由的射程其实应该是在 D 和 B 之间徘徊的。持续力 A， 徐伦的石之自由不但能长时间的显现出来还能应用在自己甚至是他人的伤口上做这个应急处理，并且还能长时间的保留下来。あとなんだろう、下手したらジョジョって腕とか飛びますからね。そういうのを女性のキャラクターには書けないような気したんですよ。読者も多分ついてこれないような感じだったんですけど，甚至是失忆了依旧能灵活的运用出来。精密动作 C， 这里的 C 指的是常人的动作。虽然说我不知道大家平常的水平是怎么样的但我至少是做不出用2进制代码转换成黑点图像，并且将其化为敌人的人脸作为情报显示或许徐伦的精密性就是常人的极限了吧，就像大乔是力 C 的极限一样。ダメだ、ハイウェイスターのパワーではぶっ壊して止めることはできねえ。ブーチャラティの指示を聞こうぜ。何やってんだジョルノ。1台盗めばすぐ見つかってしまう。だが100台盗めば在其余方面的体现呢，倒也算是中规中矩。成长性 A 这一点呢，貌似只要是主角成长性必然是 A 吧。不过成长性其实并不包括替身本身的能力。你就比如说星辰十字军中的那个阿诺比斯神替身一样如果说替身能力本身就是学习和记录的话，它就不会被记录在这个面板之中了。你单从面板上来看，石之自由并无任何出彩之处。虽然是3A但其实并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个力速双 A 综合属性呢也算是平平无奇更有那个名梗，你要击败一个替身能力是制造幻境，赋予并夺取他人替身能力，将记忆和能力转化为光铁取出，反转并操纵基本力之一的重力，操纵时间，加速时间，直至整个宇宙重启。而你的能力是变成线。不过替身的运用其实大多数时候都不是看面板的。你像黄渤老师在剧情上的描述也更多的倾向于智斗。
能力以及战术的运用呢，而非纯粹的力量的碰撞。当然了啊，这是一般来说，往往越是简单的能力，越能玩出花来。实质自由可以说是将自身的身躯拆开，变成细长的细线。而同样的，虚刃本身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被拆开。而线的用法呀，更是千变万化了。你说，不但可以缝补物体，更是可以缝合伤口、运送物体、束缚敌人。其锋利的程度可以在绷直的时候切断肉体，而其柔软程度呢，也可以编织衣物，可谓是刚柔并济。那根据用法的不同，从编织防弹织物到改变子弹的轨道，从运动侦测雷达到雨棚遮挡，都不在话下。这个成长力 A。可以说既离不开实质自由的高度自由性，同时又不可缺少虚刃如同他老爹一般聪明的头脑和冷静的思维。实质自由的外表设计相较于前几部更加的开放和潮流化，大胆的加入了时尚元素，也就是那著名的墨镜，其全身都露出了大量的丝线。自然了，紧身衣的设计和铆钉的突出也是极具的特色，双肩的蟒纹垫肩和高筒靴可以说是把黄渤老师的天赋展露无遗。不过呢，也不知道是因为监狱要素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实质自由的味道闻起来还甚至有肥皂的香味。不过呢，很奇妙的一点，实质自由可以使用任何一部分的身体化为丝线，同时也能将丝线再组合成各种奇妙的东西。但虚刃本体却只能根据实质自由的丝线使用而不断的被分散，同时如果丝线被剪断或是点燃等那虚刃本体自然也会受到伤害，受伤的程度呢视丝线的使用程度而定。这种最简单的能力被虚刃发挥出最强的组合，用来对付几乎是无法被打败的对手。他让替身的能力应用在自己身上，以莫比乌斯环化解敌人操纵重力、体内外翻的恐怖能力。他也应验了替身之名，实之自由，切断自己的丝线，将最后的自由留给了那个小男孩。在时间的洪流中，他面对着那无法战胜的敌人，毅然决然地让替身挥出了自由的铁拳。尽管墨镜飞舞在星空之下，纵然身躯化蝶飞舞而去，但他却如同开篇所说那般，在这片波涛汹涌的石之海中，切切实实地获得了自由。